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聊一个话题，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变局？首先说答案，约等于中美世纪争霸。官方一点的说法是，百年未有之变局是一个深刻的时代标志，揭示出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和复杂的变革。这种变革不仅仅是在政治、经济、科技等领域产生的改变，更是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影响深远，挑战巨大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过去100年没有发生，现在却发生了？过往人类社会世界的大变革，往往是发生了战争导致的战后的世界格局的重组。为什么现在和平了这么多年，却要发生百年未有之变局？一定是有一股力量，显然这股力量不是气候，也不是科技。虽然现在全球气候变暖，生态破坏，各种极端天气层出不穷，但是过去也有，只不过现在加重了一些。科技是进步了，现在虽然有了人工智能等等新兴产业，但是也不足以导致百年未有之变革。那背后的力量是什么？显然就是中美两强，中美两强之间的世纪争霸。因为中美之间有世纪争霸，所以会导致美国战后的全球治理体系、战后世界格局，由于新兴大国的崛起，权力平衡将重新调整。美国的世界霸权，美国的全球领导者也将受到挑战。经济领域，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，中国制造的崛起，人民币的强势，美元霸权会受到挑战。过去的国际分工制造将会重组，美国会对华打压，会维护它的美元霸权，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，所以会在政治经济领域会产生百年未有之变局。如果中国一直维持加入 WTO 之后的做低端的制造，利润分一点小头，大头都给美国拿走，就是为美国打工。美国不可能是现在处处打压中国的。最后讲一讲中美两强世纪争霸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影响结局的因素方方面面太多了，需要步步为营，一招出错满盘皆输，也不好下定结论。但是大致的概率能够推算出来。大概率中国会赢，美国会输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很多人都说，美国现在有人才，全世界的优秀人才都往美国跑。美国有优秀的民主制度，美国现在的科技霸权绝对遥遥领先，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很高，等等等等。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。特别是民主，中国政府和中国很多人民都认为，美国的民主只局限在选举的那一天之后就享受不到民主了，而中国是全过程、全时段的民主，所以这个不在本片的讨论范围。影响中美结局的两个主要因素，一是政策的连续性，中国可以保持20年政策不变，而美国呢，换了一个总统，可能政策就要有大的调整。中国可以有长远的规划，而就是有战略层面的思考，而美国往往都是短期利益、战术层面的，这是一大理由。第二大理由，中国的崛起，它主观上是发展自己，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。至于是不是影响美国的霸权，是不是影响了美国的利益，这个是不是自己主观上去损害美国的利益，只是客观上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。而美国不把时间和心思花在发展自己上面，而是花在维护它的霸权、处处打压新兴国家的崛起上面。所以从这个做法上，孰优孰劣，全世界都可以看得清楚。另外说一下中国政府认为的结果，之所以用了百年未有之变局，而不是用中美世纪争霸，
就说明了中国政府对结果的预判。如果中国败了，怎么叫百年未有之变局？中国败了，还是原来美国的那套世界治理体系，世界没有变。既然认为世界将发生百年未有之变局，就认定了中国会崛起，中国将迎来复兴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